家来到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光，我是乡里 Sandra。在未来银行里面有很多现金，各位用智慧来提款。今天的主题是耳鼻喉问题的懒人包。清一色一看又是我们优秀的医生而且今天都是耳鼻喉科的专业医师哦。对，我们就今天来专谈这个耳鼻喉科了。好，首先介绍许家山，你好。医师您好，大家好。你是自己开业还是？我是现在在健检中心和功能医学诊所受雇。哦，对啊，对不对但是像我自己是个过敏儿，其实有的时候一换季，我的整个人都很不舒服。像这种换季的不舒服，可以怎么？来，许医师有什么改善的呢？因为其实，在我们耳鼻喉科常会遇到过敏的患者，那包含鼻子过敏啊、皮肤过敏，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在换季的时候，因为湿度改变还有温度改变，确实症状会比较严重的发作。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做功能医学的时候，会知道说这个问题其实跟你体内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你长期吃的食物不对啊，你平常没有运动、没有晒太阳，身体缺乏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它其实会影响你的免疫力比较差，导致你常常过敏、常常生病这样子。好，接下来介绍吴正颖医师，你好。医师您好。大家好，我是吴正医师。对了，自己开业吗？不是，我现在在全域耳鼻喉科诊所。耳鼻喉科诊所。是。哎，你今天我们来谈的是挖耳朵。是。哦，挖耳朵不就是挖觉得不赞成挖？啊，不赞成挖，那棉花棒是不是可以全丢掉？棉花棒，原则上啦，站在耳鼻喉科角度，不能跟你说可以挖耳朵，但是原则上就是不要挖到受伤就好了。挖耳朵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常常讲说，哎，我洗完澡不是都是水吗？对，哦，那我棉花棒一定会去弄嘛？弄水。那这是不好的，对不对？对，我们会建议说，外面擦干就好，尽量不要让棉花棒用力在里面摩擦，其实会造成一些那个局部皮肤的受损。那外面的细菌啊，或是霉菌啊，就容易进去。那有时候里面水太多的话，可以用吹风机吹干，维持干燥干净的环境的，不要把耳朵清得太干净，这样其实会比较敏感一点，反而会更想去挖。啊，还是找专业的医师的哈。接下来叫张红，你好。医师您好。张你好。您专门主攻的是？在诊所主攻。我诊所有手术室，跟医院一样的。哇。对，那就可以做一些鼻塞跟鼻中隔弯曲的。对，还有下鼻甲肥厚的。下鼻甲肥厚。缩减手术就是鼻肉肥厚。欢迎，欢迎王耀，你好。黄医师您好。国防医学院学士，耳鼻喉科。今天他挑战这个题目我就佩服他。为什么？应该是治不好。耳鸣对吧？对，很多患者到最后都是共存的。其实耳鸣应该是一个耳鼻喉科医师永远的痛。很多部分的患者都找不到原因，也治不好。那其实我们能做的也只能就是就可能的原因去找。来，接下来介绍张智慧。张医师你好，大家好，我是张智慧医师。对，而且我们刚刚什么都探讨了，挖鼻孔的、耳鸣的。对，讲一个对我们主持人很重要的。什么声音？声音。哎呦。对，没错。其实我们声音沙哑是男女老少，无论是什么年纪啊，都会至少经历过一次的啦。尤其我们秋冬要来了，什么流感啊，前一阵子 COVID 啊，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会咳嗽嘛，我们声带其实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结构一样，它有深层肌肉到表面的表层，所以我们只要用力清喉咙、咳嗽啊，或者这样的动作，其实是让我们声带表面很容易类似脑震荡，然后表面会受伤，所以造成我们音质会比较沙哑这样的状况。但我们现在也是医疗也是越来越进步啦，所以跟传统手术不一样，不需要住院或全身麻醉，在门诊下可以用微创手术来解决。对，介绍两位专家，首先介绍是高学历新闻主播黄胜凯，主播好。还生物科补教名师张宇老师，你好。老师好。来进行第一回合存款争夺赛。存款争夺赛，来，Sandra，请讲规则。好，这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的奖金，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呢是3000元的奖金，6万元要抢完为止哦，或是2个题目轮完为止。第一题由黄胜凯主播举圈后插，我们请乡里出题。呼吸中止症呢是许多中年人的生活大困扰，如果呢出现了相关的症状，赶快寻求医疗协助哦。请问关于呼吸中止症有哪9大危机需要注意？请抢答。大三。那个心肌梗塞，因为呼吸中止症，它其实会让身体长期处在一个慢性缺氧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就是血管如果本身已经不是那么的通畅的话，你一旦缺氧，心脏需要很大的一个供氧量，它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发病的症状，像心肌梗塞。哇，心肌梗塞对或错？答对。加3000。
注意大家讲答案的时候，不要把别人答案讲完了，嗯，要不然别人都被你扫光。哎呀，来，正义，再来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会造成新陈代谢的失调啊，所以很多人会变成慢性的肥胖，那造成以后的睡眠呼吸症会更加严重，一个恶性循环。可是你这样讲到底是因还是果？就是循环要好就不会有循这种事，环是因也是果。对吗？哦，鸡生蛋，蛋生鸡。因为你胖了，你循环就变慢了。对那，你是个睡眠不好了，所以你一旦更胖。一般是建议先瘦下来了，嗯，对不对？来，对我说，答对。来，请加3000。可是呼吸中止症也不见得有胖，不见得只有胖子才有哎，对，还是不见得，比例很高。胖子比例相当高，而且风险更多一点。瘦的是因为他的阴道狭窄，就是声音道、啊，对对，声音啊，有的一开口一看，哎呦，我曾经到仁爱医院对，给权威看，他说，哎呦，你这么窄小哎，你要不要帮你开刀？我那时候是想去开刀，因为开刀要1个月不能讲话，哦，别了，你怎么可能1个月？我们怎么可能1个月没有你呢？所以后来我就去买那个啊，呼吸器，呼吸器。第1代我也买了，对，早上永远起床就飞到旁边去了，是，然后就还买这个，第2天起来也飞出来，后来怎么办？就不管了嘛。就没用啊，就后来去减肥啊，啊，对，运动啊，就会改善嘛。这些事我都干过。哦，你真的是久病成良医，什么都知道。我很好奇哦，什么都讲。好奇。张宏，那因为我们睡眠呼吸中止症应该晚上常嘴巴都会开的，对，张口呼吸，所以久了容易有口臭然后甚至蛀牙，还有口干舌燥，唾液没办法有一些，因为唾液有抗菌的作用，它就容易蛀牙。我们讲是呼吸中止，不是鼻中隔弯曲的。哎，对，呼吸中止也是会这样。哎，会。因为他讲的是鼻中隔弯曲会这样，呼吸中止也会啊，只要靠嘴巴呼吸就会有这个问题。对。哎，对我说，答对。来，请加3000。这么多问题。王耀，那呼吸中止症其实还会造成另外一个，就是你因为睡不好，然后所以会造成耳鸣。就刚刚我讲的耳鸣，因为循环差，对精神不好，真的会造成耳鸣。你是不是就是我可能是这样，对，我可能是这样，但是我最近慢慢改善。如果生活正常啊，水又喝得多，作息正常，心情啊很重要。来，对我说，答对。来，请加3000。智慧，其实睡眠呼吸中止症不外乎就是在睡觉时候发生的嘛，所以大家应该有经验说，哎，怎么今天没有睡好，没有熟睡，都一直处在浅眠，然后一直醒来上厕所，所以所谓的夜尿应该也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大家需要注意的点。哦，来对我说，答对。来，请加3000。所以我呼吸中止，然后我就一直起来上厕所。对，因为处于浅眠，所以一直会醒来，然后觉得因为循环也不好，荷尔蒙变化造成的。来加3。这接下来是忧郁症。对，因为睡不好，其实心情就会没有那么的好嘛。那另外就是在缺氧的状况下，其实早上起来你可能会觉得没有那么睡饱的感觉。那另外在长期缺氧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的那个认知功能和记忆力也会变差，然后最终影响到一些脑部的状态，所以应该会觉得蛮忧郁，然后就是认知功能有一些问题这样子。对我说，答对。来，请加3000。来，接下来郑怡。那除了刚刚张医师讲的那个减尿困难之外，在男性朋友其实也有发现，有一部分的人会有阳痿的情况，风险比较高。呼吸中止然后阳痿哦。对，因为供血量不到的话，你就没送到那边，你的性生活就越来越低落，第二低落你就会又忧郁，又忧郁。来，对我说，答对。哇，这说了这么多，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对，如果大家知道呼吸中止症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大家马上去。所以太太就急着赶快买呼吸器，什么都来。哎，请加3000。张宏，睡眠呼吸中止症，通常晚上睡眠品质很不好，所以白天就会容易疲劳，很累，精神状况不好，白天会嗜睡。对，或者嗜睡。来加3000。哎，这样几个啦？还剩1个。还剩1个哦。对呀。哇，这还真的有点难哎。这个都对。9大危机。真的不知道。好的。这位。鼻塞算吗？鼻塞，对，因为其实我们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我们像台湾人的通病，就是过敏性鼻炎，所以会造成比如说尤其是季节变化呀，或湿度改变的时候，鼻子黏膜就会比较容易肿起来。那鼻塞、呼吸就会造成缺氧，对，造成我们睡眠品质也差，然后会造成氧气缺氧的状况，所以造成呼吸中止症。你说的答案是鼻塞，鼻塞对我说。
哦，请加3000。那我想请问你们哦，如果这样子的话，他都已经没办法入眠，如果他吃安眠药，会不会有危险？来，加3。有些安眠药的部分，它会过度的抑制说我们的一个醒来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反应。那假设在这个呼吸中止的一个缺氧的状况下，人体本来就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要让自己醒过来，赶快求救，赶快去呼吸。所以有些在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他会发现自己半夜常常咳嗽或是呛到醒过来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如果安眠药下的比较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就是让这个环境变得比较不安全。有没有可能他睡死最后呛死？我本身是没有遇过这样的患者，不过几率上来讲应该是有的。呼吸中止不会因为这样睡着睡着就走了吗？也是有可能，如果到最后的比较重度，然后累积很长时间，并且有共病的情况。所以我刚刚为什么问这个呢？因为你又睡眠不好，所以你想要让他睡眠好一点，你不就比较好？对，所以你会吃了比较重的安眠药，那个危险就是可能你睡死，然后换不过气，对，就走了。可是我要如何知道他只是打呼大声，跟他是呼吸中止症？就是旁边的人怎么帮他判？没有，中止很简单，就会停下来啊。对，可是有时候打呼也会。打呼他表示还在活啊。对。当然有时候会打到，然后停很久啊，然后再。就没有在。对，但有的会停很久啊，就没事。是有检测可以做的啦，可以到医院去睡一个晚上，他会在你身上贴一些贴片啊、监测等等。那有一些就是超音波，现在你可以醒着，然后像我们健检中心就有了，它可以就是借由一个呼吸道的一个超音波去扫描，模拟说你在睡眠时候的状况，看那个有没有狭窄的情形。可是我们在家都睡不好，去你那边一定晚上都不用。健检是这个是大概20分钟、10分钟搞定的检查。你20分钟怎么睡得着？他不用睡着，就是叫你捏着鼻子模拟那个呼吸道最扁塌的情况。我常常想说要过1天，那我就睡不着了。我先带3颗安眠药吞下去，让你测试好了。加油！原来如此的，来，请专家来稍微补充一下。其实呼吸中止症它会影响刚刚很多的症状，那短期来说就会出现刚刚的症状，还包含还有胃食道逆流。那如果长期来说的话，可能会心脏病、脑中风。那其实如果你要去检测的话，除了刚刚讲到它去检测你的呼吸次数之外，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它也有主打是可以去侦测你有没有呼吸中止症。那基本上高危险群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像是如果60岁以上啊，男性有70%都有呼吸中止症，那女性有50%，其实也都蛮高的。那另外就是比较肥胖的人，或者是你的颈围比较大的人，其实就要特别小心，还有鼻中隔弯曲。好，接下来这一题是由张宇老师来回答对或错啦。现在请出题。妈妈怀胎10个月，好辛苦，但有些动物它的怀孕时间比人类更长哦。请问有哪些动物怀孕时间比人类长呢？请讲了。张红。我印象中有看过电视节目啊，有讲过好像大象大象好像要2年的样子，印象中。答对了。大象多久？22个月左右。哇，所以差不多就像医生讲，差不多2年。那一次一胎还是可以很多？一次一胎。好辛苦。而且他们生小孩的时候，大象会围在一起，然后就是保护它。加油哦，保护。然后小朋友刚生出来，大概就有100公斤重。大家就开始看好漂亮哦，那象就100公斤的婴儿。对，加3000。黄鸟。不好意思。长颈鹿。长颈鹿，我印象中好像是1年多，也是1年多，就超过我们10个月了，9个月。对我说，答对了。长颈鹿多久？大概14到15个月。那也是从后面掉下来，就是这样。你说掉下来，然后忽然间站不起来吗？然后忽然间嘞，场景好，赶快场景起来呀！会不会因为表演这个腿就断了？太辛苦。但是老师他会是一生出来的时候，他就是颈会马上出来，还是会像刚刚行长演的，颈会先这样掉在底下一下才起来？基本上来讲，他们会先是身体后面的部分出来，脚先出来，对，就会，而且就可以直接走路。头出来之后就 OK 了。对，演得非常好。然后就站不住，对，站不住。来，请加3000。来，智慧。讲一次。因为其实我也才刚生产2个月了，然后怀孕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蛮无聊的，然后就到处找。我印象中我有看过一本书。犀牛也是比我们人类怀孕再更久一点的动物，因为可以看它体型也知道，所以我猜应该它的子宫应该比人类要大很多吧。犀牛对我说，没有错，差不多15到16个月左右，他们时间都很长哎哈，而且这些都很珍贵哎哈。你看大象一是一胎，
它又不像猫和狗生几一只次。 10个都有可能。对啊，请加3000，加3。我想到一个之前就是在看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新闻的时候，一个很可爱的动物叫做马来貘。马来貘因为那时候马来貘新闻很大嘛，然后就有讲到他说生宝宝的时候，他其实要怀孕很久，然后才可以生下可爱的貘宝宝这样子。对，所以比人类强。马来貘对我种有的。他去了几个月13个月左右啊， 13个月左右，13个月左右比人类长多一点对，来加3000，郑颖。医师大白鲨。大那虽然这个动物是鱼类，但是它实际是这个卵胎生的，有时候怀孕的在肚子里面也会很久。对，那印象中它可以到1年左右。 1年。因为一般鱼都是用卵，对，它是胎生，像海豚啊，就是胎生的哺乳的。来，对我种，是的答对了。哦，那这样驾驭的方向期间大概也差不多1年以上。 1 1年年以上，来加3000，哦，那这样多了啊对。张红，越来越难了。我来讲一个最大型的生物啊好，金鱼应该要很久吧？对嘛？那个金鱼这么大，一定要玩对，要很久久一点哦。对，金鱼对我种答对有的了，差不多也是1年半左右1。年半。哦对，因为金鱼品种很多嘛，所以大概就是少的大概12个月到13个月，多的也有接近就是15、16个月以上的。看品种。老师现在讲到目前为止都是一胎的吗？大部分都是1胎到2胎，鲨鱼有的时候会2胎左右。双胞胎概念。对哦，最多是这样的啦，跟人类很像的。加3000，好哎，黄耀，好，海狮。对，因为我记得北方的动物，第一个就是它生长周期的问题啊，然后又比较长一点，另外体型其实还是比一般大。对，对，体型较大，其实我印象中是比人类略长一点。哦，海狮海狮对我种，也有。对了，对，比人类稍微长一点点，11到12个月左右。哦对，哎，请加3000，智慧，哇，越来越真的越来越难了。但我印象中，好像在那个之前动物园的时候有听过解说，骆驼也算是骆驼比人类的怀孕的时程也会比较再久一点对点。哪里来的骆驼多？哪里来？对我种，也对是差不多14个月到15个14个月。月14个月，骆驼在沙烏地阿拉伯是很珍贵的。对。他们不是比劳斯莱斯什么的，他哦，出嫁的时候比骆驼，比骆谁的驼，俊美这样？对不对？骆驼在沙漠当中是非常好的。对啊，当然来。加3000，有没有那种什么3、4年的？待会来看看。哎，加3，大家都讲到大型的生物，我想到一个比较小型的，叫做高山蝾螈。那时候就是对，蝾螈小小的，但是那时候我跟小朋友一起在读就是自然杂志的时候，就看到蝾螈呢，它的生命只有10年，可它的怀孕大概就是要记得2年或是3年左右。那个对蝾螈要怀孕那么久，对我印象中是这样子，那就是趁机跟小孩子讲一下，说你看，就是蝾螈妈妈那么辛苦啊，她的生命那么短，然后花那么多时间在怀孕，就是你们这些小孩这样子。所以他选择单身，不生不婚，因为对啊，好太辛苦哦，10年里面怀胎2年， 2、3年是所以后来就有龙岩集团嘛。一样子。来，对我说，答对了，真的龙岩那么强差不多的？ 2到3年，而且会随着他们所居住的海拔越高，气候越寒冷，它的孕期会越长。啊，真的那我可能才哦活10年，我1/3就在那个怀一个宝宝哦，假不熊人哎，真的。他要怀孕也不是他能了。哦，对啊，来，请加3000，吴医师，刚刚提到海狮，那想必海象也是应该。我刚刚都在讲，海对象，海狮一定有海象，海象比它更大只啊，对，又叫象哎，哦，对不对象类的对，海象海象有，该不会也2年吧差？不多16个月左右。 16个月这么久，哦，可是都满坑满谷都是哎，海象它有领域性，然后通常来讲，一只公海象它会搭配很多只哦，母海象。忙一阵子啦，就是后皇上宫的概念，皇上嘛对哦对对对，哦，那是象真的很累哦，下辈子想当海象，睡觉起不是他能干嘛？睡觉起来就弄，睡觉起来就辛苦了。好辛苦哦。来，请加3000，大红，最后一个答案，这个哎，那让我讲一个海开头的啊。好啊，海豚呢？海豚有算吗？答对了，差不多1年12个月左右。 10比我对12个月左右多啊，我们最多10个月嘛。来，对，请加3000，哎，通通抢完了，很厉害呢感。觉好多哦。那老师还有补充的吗？
这些医生们都非常的专业。然后我补充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是理论上怀孕就是10个月左右嘛。那有没有比一般的状态再久的？刚来宾们都已经讲了很多是这些动物的。那人类的话，有记录以来是1945年的时候有一个叫贝拉的，她怀孕的周期大概是375天。所以是1年再多一点点，1年365。那个很久了。对对对。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久？一般来讲，我们大概都是医生都会建议大概10个月、9个多月、10个月就要生小孩，主要是怕小孩头围太大，妈妈骨盆会卡住嘛。但是他那个小朋友生出来是健康的，所以医生们有在推论说，有可能是他的小朋友在怀孕的时候发育稍微的慢一点点，所以他后来生出来还是健康的。而且鲨鱼里面在娘胎里面就竞争了。对。所以鲨鱼是强者生存，所以鲨鱼为什么强？能生下来的就是最强。对，在肚子里面就开始在竞争。在竞争。那我想再问，除了蝾螈之外，有没有比孕期比它更长的？因为3年很猛。目前来讲的话，3年已经算是很长的了。然后有部分的像蓝鲸。它大概差不多也才22个月到25个月左右，所以应该还是算是它最长的。3年很够，我们当兵也不会当3年。蝾螈真的高山蝾螈哎，蝾螈怀孕那一年进去当兵，对啊，出来他还没生呢，对啊，是生太辛苦了吧？辛苦了。对对，那个生命就是很奥妙。你看它产出生7天就走了。对啊，对不对？生命只有7天呢。来。我们宣布他们奖金。好，这回合呢，许医师12000，吴医师12000，江医师15000，王医师9000，张医师12000。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赢者全拿 ，Sandra 起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每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那每一轮最后剩下的那位医师呢，可以把当时账户累积的金额全部灌给自己。是，第一轮，请出题。你听得到我在讲什么吗？请问，根据医学研究证实，从事下列哪项事情有可能间接导致听力受损？A. 穿高跟鞋 B. 吸食香烟。请作答。哦，对啊，谁会想穿高跟鞋？高跟鞋是不是那个性欲变低？因为朝这边勾住，对不对？穿高跟鞋，它拇指它缺点很多啊，你会拇指外翻，你腰会酸，因为你一高之后你会往前倾，对，往前倾腰就会变成这样那这腰一这样，你腰就会酸。对，就穿高跟鞋常常腰酸，问题也很多，脚趾头会痛，拇指外翻嘛。那跟听力好像离得有点远哦。对，其实我们听力主要是跟我们的听神经有关系。那我们听神经就是接触到我们大脑的部分。那当然就是大家知道香烟就是很伤身体嘛，就是累积一些毒素啊等等的，其实也会让我们的听神经慢慢的，或者是甚至很急速的老化，对，会造成我们的听力受损。所以我就选了 B。对，黄药啊。其实有差不多，因为主要就是香烟的危害很多，它不只容易就是造成我们听力受损，那像我们嗅觉啊，然后一些呼吸的疾病，像刚刚有提到气喘那些，其实都是相关的。香烟是百害无一利。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吸食香烟。那日本呢有个医疗研究中心针对超过5万名上班族进行研究啊。如果你烟抽得越凶，你听力受损的几率就越高。这是因为香烟中尼古丁嘛，会伤害内耳细胞。进行下面一题，请出题。同样的一句话，从不同耳朵进入有差吗？根据研究，讯息经由哪边耳朵聆听，大脑的接收正确率会比较高。A. 右耳 B. 左耳。来，请作答。好，有不一样的答案。自古不是常说吗？你是没听我话，左耳进右耳出啊？对呀，对呀，当然是左耳进右耳出嘛，对不对？以前骂人不是这样吗？但是左耳进右耳出，是不是代表就是没听到？那是不是右耳会比较灵呢？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有什么特别呢？张医师，你一个人选右耳哦。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右撇子啊，右撇子应该是左脑接收讯息比较发达，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右耳的大脑的左，分析。你就这样子。对。有道理哦。是这样吗？吴正营，那其实真的就是
刚刚就直接想到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啦，所以直接反应就是直接按 B 这样子。啊。哇，一个人我看医生怎么吹来。对，俗话说就是要用心聆听嘛。那我觉得就是心脏离在左边，所以左耳离心脏比较近，那就是应该掰的。他很厉害啊！我去看我看这题他们怎么掰的。用心聆听就出来了。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A 右耳。其实听力学上呢，有个名词叫做右耳优势，它的意思是，如果我双耳同时接受到语音讯息的时候，其实右耳对于听取的正确率会比较高哦。那是因为我们大脑是不对称的嘛，那你右耳就是对左脑，然后左耳就是对右脑，可是负责语言的区域在左脑，所以右耳接收到语音会直接传到左脑，比较快速有效的辨别它，所以才会有右耳优势。很棒，来，这个都不要动，加1000块，就一个人答对嘛。像你们4个错，一个人答对，这一轮就结束了。6000块，请进入张宏医师的账上。没关系，这是第1回合啊，总共有3轮了。第2轮，请出题。吃饭不小心把鱼刺吞下去，好紧张。请问，不小心吞进鱼刺，应该采取下列哪项措施才是正确的 ？A. 轻轻咳嗽 B. 大口喝水。请作答。东前轻轻咳对嗽。啊，刚才讲你的例子。来张宏。我选轻轻咳嗽是因为有机会把一些比较浅的刺咳出来。对。那如果大口喝水的话，是怕说越陷越深。就刚刚瓜哥有讲到说什么吞饭，真的会这样，所以刚刚去找医生了。对，智慧。因为其实我们像卡鱼刺啊，最常见的地方就是我们嘴巴打开的时候的两边扁桃腺，或者是我们舌根底部的比较深的咽喉的地方。所以无论是浅层嘴巴或者是喉咙，我们稍微轻轻咳一下的话，要是它没有扎很深的时候，其实鱼刺是可以透过咳嗽的反射来吐出来的。对，然后反而大量喝水，甚至大量吞饭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让他们陷到更深。对，因为我们也有遇过，就是真的吞下去之后，那个刺破了食道，然后真的要我就讲一直往下刮，真的对，所以这个有点像那个在冰山有没有冰凿这样，啪滑下来了，就这个道理了。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轻轻的咳嗽。如果梗到鱼刺的时候呢，第一步赶快先停止，不要再吃东西了。而且最好的方法呢是赶快先轻轻咳嗽，可不可以把那种没有太深的鱼刺试着咳出来？千万不要马上大口吞饭、大口喝水哦，因为你只是把鱼刺往下推。运气好一点的话，推进胃部溶解就没事。但是更常见的情况哦，是推到食道的更深处的时候，不上不下，非常痛，而且也就拿不出来。对，越陷越深嘛。对，来加5000。那我可以问一个很蠢的，可以喝醋吗？把它溶掉。小时候我听过这种偏方对啊，你喝喝看，最后就卡到你。所以不行哦，可能会那个。不建议。对，如果不理它，会不会过2天它就消失了？过2天可能会透过一些您的吞咽的动作来让它就是吞下去。对，要不然以前的人真的没有耳鼻喉科怎么办？对啊，对不对？来进行下一题，请出题。香菜跟青椒都是食物邪教，请问下列哪个才是真实存在的节日 ？A. 国际讨厌青椒日 B. 国际讨厌香菜日。请作答。真的存在哦，都有在哦，有人选2个女生选择讨厌香菜日，那嘉珊。因为每次就是我自己有经营社群软体嘛，每次讲到香菜，就是讨厌香菜跟那个就是喜欢香菜，每次都引发激烈的论战，跟芋头把丢火锅汤基本上是一样的等级，所以我觉得这个热度上应该是值得国际级的这样。这个是值得争议哦，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两派人在战争。那青椒的呢？我们王耀。我真的不知道，真的对，因为但是真的没有印象这2个日期。想必这3个男生不会讨厌香菜。对，所以他们才这样，不然真的讨厌香菜，看到题目脸都变了。如果是视网膜在这边，一定挑这个。国人也是，对。对，张宏呢？因为他要写到国际，我觉得青椒可能
不会在欧美人士他们比较多，啊所以我就香菜并没有这么多的比例。对，所以我就选青椒是属于全世界的，对，香菜可能属于区域性。嗯，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国际讨厌香菜日。其实呢，因为香菜虽然放在很多料理里面，可是它有一个味道、对于讨厌它的人来说，真的没办法接受。听说是基因的问题，他们会觉得好像在吞吐，吞一些很难吃的东西。基因的问题。对，2017年呢，奥地利有一群真的超讨厌香蕉的民众啊，就发起香菜活动，不是香蕉，讨厌香菜。谁会讨厌香蕉啊？除非太小，除非太小了。讨厌香菜的民众呢，发起活动啊，每年的2月24号是国际讨厌香菜日，然后他们呢还创办了脸书的粉丝专页，叫做“我讨厌香菜 ”，I hate coriander，而且28万人加入。哦，对。来，3位请到香菜区坐一下。请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盐是家庭必备调味用品，货架上常有高级跟特级碘盐。根据台盐表示，特级盐为什么比较能增添料理的口感 ？A. 含有海水矿物质 ；B. 结晶比较细致。请作答。哎呦，两个都选结晶比较精细啊。来，智慧。因为当然，我是觉得要考虑到料理口感的话，因为大家就是知道味蕾在我们的舌头嘛，那当然就是比如说颗粒比较粗啊，或者是它里面食物的一些 ingredients 比较多的话，就没有办法品尝到它的一些细致感。所以我觉得要是它结晶比较细呢，我觉得可以在味蕾残留的比较久，渗透比较好，对，这样子。嘉珊的表情不以为然，因为我非常的同意，就太同意的表情。他没有，他从头到尾这样，很同意，很同意。你是所以你这是同意表情，然后算我误会。因为他也选 B 啊。对，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含有海水矿物质。是我胡扯了。台盐呢出来解释啊，高级的碘盐是一般的用盐，而特级盐呢是增加了海水浓缩矿物质这个成分，里面有海水浓浓的矿物质，可以帮助增加料理的感觉，口感都比较好吃哦。所以呢，如果料理的时候就用特级盐吧，那如果你是拿来腌东西跟洗蔬果的时候，用高级盐就可以了。是，来3位请回来。都没人得奖没关系，7000块还留到下面一轮。是的，反正这个单要赢者全拿嘛。第3轮赢的人通通拿去，好不好？来进行第3轮，请出题。花粉症在日本被视为国民病，欧美国家也经常可见，但是因为台湾的环境怎么样，所以比较少见。A. 比较潮湿 ，B. 过度炎热。请作答。哟，大家都选是比较潮湿，这是肯定的。那台湾的环境是比较潮湿而且是下雨比较多，对，所以花粉其实要在一个干燥或者高峰的环境，它才会散播的非常快。那就是这样潮湿的话，对，它会让它比较沉淀下来，飞不起来的感觉。对，王耀一样，对，因为真的是说真的，台湾真的相对欧美来讲，气候真的是比较潮湿啊。对，然后也是因为没办法传播的关系。王耀，你为什么当医生脸要那么苦啊？不是每个病人来看你就觉得很苦。我到底有什么事？你直接讲，不要隐瞒我。你不要隐瞒我，可以承受得了。你不要谢谢你跟我讲没关系。因为我想说厂长笑出来，我就知道了。你没事啊？可是你表现好像我有胃癌还是什么？花粉症还是食道癌？你感觉什么？其实潮湿有好处，你看我们看起来比较年轻嘛。对啊，你看到吗？我那天看那个乔治克鲁尼啊、布莱德皮特他们才62、63那个照片，皱纹。天哪，根本就是我的爸爸了。你想说你跟他们同辈，你还保持这么好，就是难免觉得潮湿有个好处嘛。你不能说潮湿都没有好处，当然你有很多种关节炎啊，对啦，或者咳嗽或者是那个什么气喘不好。可是你看，你永远保持会比较年轻嘛。有差。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比较潮湿。
花粉症呢，流行在空气比较干燥的国家哦，这是因为它要飘来飘去，然后停留在空气中嘛。那随着空气才可以吸入人类鼻腔里面，那引起过敏跟发炎。那台湾呢，因为空气湿度高。那里面的空气中的花粉夹带大量水汽，根本没办法停在空气中，就会降下来。所以花粉症在台湾其实说真的没有那么普及，很少听到这种病。那日本怎么超多的？对，好，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有些人认为断食能够帮助他们提升生产力，但研究认为饥饿可能会降低什么能力 ？A. 决策能力 B. 社交能力，请作答。哦，两个女生选的永远一样。对，讲好的是吗？刚刚不是3个男生到香菜区吗？对，现在2个女生在决策区。对，张宏，你选择的是社交能力，因为我觉得饿肚子应该就是可能会先寻求保命啊，保命可能就没有时间再跟人家社交。加3，你们选决策能力。因为断食在可能胰岛素功能比较不好，或是有些胰岛素阻抗的人来讲，它可能会造成血糖的波动的状态比较大。那在血糖下降的时候，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暴躁易怒啊，或是手抖的一个问题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就是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决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决策的能力。苏格兰大学呢研究指出，如果你很饿的话，会大幅冲击你做决定的能力哦，让你很可能妥协。因为你很饿的时候，你只看得到眼前短期的奖励，不管是不是跟食物有关的奖励哦，你都很想马上得到它，影响你的决策。所以啊，我们如果要开一些很重要的会，千万不要饥饿的去开会。就算你补充一些纤维啊、蛋白质啊，或是一些健康的什么小坚果啊，都能安抚你的饥饿感，在你决策的时候不要犯下大错。对，你们3个刚刚是没吃中饭，对不对？那3个请到香菜区，一模一样。对耶，又是2个女的对决的，来，1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目前地球上的生物大多以两性作为分别，请问下列哪项生物却有高达36000种性别 ？A. 蘑菇 B. 珊瑚，请作答。这好难，请作答。2个选珊瑚，蘑菇、珊瑚都好陌生哦。珊瑚算是有生命的，可是36000种性别耶，就是有这么多性别之分。珊瑚应该，那蘑菇大概种类就是比较少吧。对，因为就是呢，就是大家知道性别多元嘛，就是一个彩虹的颜色。那其实珊瑚本身是非常的多彩的。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选珊瑚讲不下去，选珊瑚这样子。它很好 Q， 很好聊的。对啊，珊瑚应该种类很多嘛，那是大堡礁哪里各地像这个帛琉啊，像我们澎湖啊，各种美。但是蘑菇就那几种蘑菇，蘑菇也有很多颜色啊，蘑菇也很多元吧？但不会到36000，但是。它是那个什么马里欧吃的，对，超级。对，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蘑菇。蘑菇很特别哦，它没有专门的性染色体，但是它有一些 DNA 的片段上面有差不多的作用。那专家把它称为交配型的位点，或是性别的位点，就像我们人类的 XY 染色体啊。但真菌哦，它这类的位点不止2种，不像人类只有 X 跟 Y， 它有超多种。接着呢，所以蘑菇有超多真菌不同的种类，所以来来回回不同的组合，可以排列组合出36000种。就没入国库了。哎呦，那没想到。我们来宣布他们的奖金。好，最后呢，许医师12000，吴医师12000，张宏医师21000，王医师9000，张智慧医师12000。恭喜张宏医师为冠军。谢谢。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张宏，获得2万1的挑战权。谢谢行长啊，你自己开业，运气都来了啊！真的。来，请插卡这一波。经过
户请打开，里面有2万亿现金是你的，但是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来，请看。 2个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40画的医师好忙，或是总笔画55画的新冠肺炎。医师好忙，当然了，悬壶济世啊，对，那个人心人数啊，为民奔走啊，对啊，人心人数啊，哦，对，自顾不暇也很忙，真的很忙啊，好多啊，废寝忘食，废寝忘食，对，几乎开完刀都没有吃饭了，对不对？对，都忘记吃饭，问到也没时间吃饭，对，新冠肺炎的时候是吧？哈，真的很辛苦，宅心仁厚也可以啦。那新冠肺炎，对，久咳不愈，久咳不愈，成语也是，是难治之症，对，但是没有不治之症，对，那你要选哪一个？ 医师好忙，好了，因为医师好忙，笔画比较少吗？对，应该40画嘛。好，请锁定医师好忙。新冠肺炎到底是哪4个字呢？请看。哦，味同还好没原辣嚼蜡菌 ，OK。意思你失去味觉嘛？对，常常吃东西都没有咸味，对，没有甜味，什么味道都没有。可是这个成语很酷哦，它其实不是真的在讲味觉，它是在讲一个人文章写太烂了。我看你的文章等于好像在吃辣一样，没意思，很平淡。味同嚼蜡。医师好忙，请出题。席不暇暖，席不暇暖，准备好了，1分钟计时开始。来，好，先写个不，2、3、4、04霞，号霞，如果错可以清除哦。先写好暖。先清除再写字，不是第3个，对，霞。哦，笔画，时间多久？45秒了，你快用完了。咦？哦，呼吸。咦？这题真的难。好像哇，几乎没什么秒数可以用。席不那个是霞哈。那个看不出来是什么。来密码09041213。对或错？你这个笔画也太少了，对不对？对，提示一下好了。40画。最后一次机会给你啊，我不管秒数给你，最后一次了，来，请开始。座位都还没有时间坐暖。无暇。啊。会不会？太辛苦了，这个字太难了。虾。应该是属于自顾不暇的暇，自顾不暇的暇。好，你学不起填个数字吧？真的。这样子。就他放弃了这个字，要拼一下密码。他自己不能，但是要拼一下密码了。对，这个可以啊，但是错的话，如果对的话也是要扣钱嘛。对，但拼一波。好，拼一波。来，请公布密码。09041413。对或错？也不到，我们刚刚是40，也不过39啊。来，我们来看正确解答，对吗？席是10画，席不暇暖，这个是我的位置呢都还没有空坐暖，我就忙来忙去了。对，医生都是这样，跟椅子也坐不热，一直跑来跑去，即使要睡觉，棉被也盖不暖。你就忙接到电话又去开刀了，起床。对，来辛苦，来，谢谢，谢谢。可惜啊！医生真的也很辛苦，每次去看诊，每个人都问，时间都很长，时间待的时间也蛮长的，而且那个环境里面
尤其是我看急诊科的那些护士医生，忙的嘞，哇，几乎来都是身上都有病的啊！你看呢，对不对？坐在那个急诊室里面，病菌感染也很多，他们真是用生命救人。是啊，啊，谢谢你们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谢谢你们啊！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各位医生，谢谢大家光临。Battle ATM，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